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紫云健康频道。今天咱们来聊聊3个特别常用的中成药：理中丸、附子理中丸和桂附理中丸。可能有人会说，这名字听着就绕口，都有啥用啊？大家别急，我先问大家几个问题。首先，大家有没有一吃点冷的食物就胃疼、闹肚子情况？平时总觉得肚子胀，吃点东西就不消化，还老爱吐口水，口水还是清晰的、拉丝的。大家要是有上面说的这些情况，那可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一期的内容，这3个药说不定就能帮到大家。在这期视频里，我会把这3种中成药的组成、功效、能治啥病、怎么区分，什么情况下绝对不能用这些药，都给大家说明白了。我还会告诉大家一个医生才知道的小秘密，为什么同样是阳虚，有些人用理中丸有效，有些人却要用其他方法。首先，我们来搞清楚什么是脾胃虚寒。很多人一听脾胃虚寒就觉得很玄乎，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的消化系统缺乏火力。就像煮饭一样，锅里有水有米，但锅底没火，最后煮出来的还是夹生饭，米根本没煮熟。我们的身体也是这样，脾胃没有足够的阳气来消化食物，吃进去的东西不能被充分分解吸收，身体就会出现各种不舒服的症状。判断脾胃虚寒的关键症状，饮食方面不能吃凉的，一吃就不舒服。大便方面经常拉肚子，而且是清晰的水样便，不是那种臭烘烘的黄便。呕吐方面，如果呕吐，吐出来的是清水样的，不是黄稠的呕吐物。肚子方面，腹胀或腹痛，但按压或者热敷会舒服一些。其他表现，喜欢吐清口水，嘴里没味道，不爱喝水，舌头颜色淡，舌苔白。这里有个中医大夫诊断的小窍门，凡是身体排出的分泌物，如果是清晰的，一般都是寒症，如果是黄稠臭的，一般都是热症。记住这个规律，你就能初步判断自己的体质了。现在我们来看第一个中成药，脾胃虚寒的基础方理中丸。大家看这个名字，理中意思就是调理中焦，中焦在咱们身体里指的就是脾胃，所以这药主要就是管脾胃的问题。那它是由什么组成的呢？有党参、白术、炙甘草，还有干姜。可能有人会觉得这几味药有点眼熟，这不有点像咱们在第3期说过的4君子丸吗？对，4君子丸是党参、白术、茯苓、炙甘草，理中丸就是少了个茯苓，多了个干姜。这几味药各自都有啥作用呢？党参能补气，就像给脾胃加把劲儿；白术能健脾燥湿，帮着脾胃把身体里多余的湿排出去。炙甘草既能补气，又能调和其他药的药性。关键是这个干姜，它可是个大功臣，是温里的药，既能驱散脾胃里的寒气，又能补脾胃的阳气。我们特别要注意干姜和生姜的区别。生姜是发散的，主要用来解表散寒，比如感冒时喝的姜汤。干姜是内敛的，专门温中散寒，守在里面不往外跑。现在市面上的干姜多是生姜晒干的，但传统的干姜是用母姜制作的，药效更强。那么理中丸适合什么人用呢？主要是脾胃虚寒的人，表现为平时就不能吃凉的东西，经常腹泻，大便清晰，消化不良，吃什么都不香，手脚冰凉，怕冷，经常想吐清口水。这里有个特殊情况大家要注意，理中丸不仅能治慢性的脾胃虚寒，也能治急性的受寒。比如你今天喝了冰水，立马肚子疼拉肚子，这时候用理中丸也有效果。如果说理中丸是基础版，那附子理中丸就是升级版，它在理中丸的基础上加了一味附子。附子这味药可厉害了，热性比干姜还猛。干姜是守而不走，附子是走而不守，就是它能走到全身各处，通行12经，哪里有阳虚都能管。所以附子理中丸的作用就比理中丸更强了，不仅能调理脾胃的问题，还能兼顾到肾和心的阳虚。它主要治疗脾肾阳虚，
甚至心肾阳虚的情况。那么有什么症状的人需要用附子理中丸呢？除了理中丸的症状外，还有顽固不化、吃什么拉什么，大便里能看见饭粒菜渣，下利清谷，不仅有饭粒菜渣，大便还像水一样稀，阳虚水肿，身体浮肿，特别是下肢，畏寒严重，不仅是手脚冰凉，全身都感觉怕冷。我给大家一个判断小技巧，如果是看到大便里有完整的食物残渣，中医的解释就是锅底没火，脾胃缺乏阳气来煮熟食物，所以吃进去什么样，出来还是什么样。这种情况单纯的理中丸可能力度不够，需要用附子理中丸。我们再看桂附理中丸，它是在附子理中丸基础上再加一味肉桂，理论上应该是3个里面最强的。肉桂的特点主要温肾阳，但也能温心阳，特别适合女性，因为肉桂有暖宫的作用，能温血脉，对血液循环有好处。但这里有个有趣的现象，理论上桂附理中丸最强，但实际效果不一定比附子理中丸好。为什么？因为药物越多，每味药的含量可能就越少，所以不能简单的认为要越多越好。桂附理中丸特别适合女性的宫寒问题，手脚冰凉特别严重的人，以及既有脾胃问题又有肾阳虚的人。现在有些药厂把桂附理中丸改名为参桂理中丸，强调里面有人参，但其实原方本来就有人参或者党参，这里更多是商业宣传，大家需要留意一下。可能有人会问，这3个药都治阳虚有寒的问题，那该怎么选呢？我给大家一个简单的判断标准，选理中丸的情况主要是脾胃问题，症状相对较轻，主要表现为消化不良、怕凉。选附子理中丸的情况，不仅有脾胃问题，还有肾阳虚的表现，出现顽固不化或下利清谷，全身怕冷比较严重，有阳虚水肿。选桂附理中丸的情况，女性宫寒问题，手脚冰凉特别严重，需要温血脉的情况。还有一个我临床上的选药经验，同样是阳虚，如果以腰膝酸软为主，可能更适合右归丸或寄生肾气丸；如果以湿为主，就选附子理中丸或桂附理中丸；如果以水肿为主，寄生肾气丸可能更合适。这就是同样是阳虚，有的人的病位不同，兼症不同，选用的成药也会不同。简单来说，阳虚是一个大的概念，就好像我们说房子冷一样，理中丸是解决厨房，就像中焦脾胃暖气坏了的专用维修工具，而如果是卧室或客厅的暖气坏了，就需要其他的维修工具。厨房暖气坏的同时，水管还漏水了，夹湿夹引，或者管道堵住了气滞，或者电线也老化了夹淤，或者厨房太干燥了伤阴，这些就像肩胛的病症。最后我们看一下用药注意事项和禁忌。绝对不能用的情况，如果大家有的症状是黄稠的分泌物、口干舌燥、便秘等，这些湿热症绝对不能用。如果大家有手脚心发热、盗汗、五心烦热等阴虚火旺的情况，还是别用。附子理中丸和桂附理中丸，孕妇要谨慎使用。如果大家有出血的问题，比如便血、崩漏等，同时又有寒象，可以把理中丸里的干姜换成泡姜，泡姜既有干姜的温中散寒作用，又有止血的功效。这些药可不是万能的补药，不可以长期服用，症状改善后就应该停药。一有肚子疼就用理中丸是错误的。我们首先要先判断是寒性还是热性，热性腹痛用理中丸会越来越严重的。好了，今天这一期视频我们详细说了理中丸、附子理中丸、桂附理中丸这3个中成药的区别和使用方法。让我们再总结一下核心要点。理中丸是脾胃虚寒的基础选择，附子理中丸是脾肾阳虚的升级版本，桂附理中丸是女性宫寒和严重阳虚的最强配置。记住这个判断口诀：脾胃有寒找理中，脾肾虚寒附子冲，阳虚更重或宫寒，桂附理中显神通。是不是很好记？
希望今天的这些内容能帮到大家。要是你身边有朋友有类似的问题，不妨把这个视频分享给他们。咱们下期聊聊精房颗粒的用法，感兴趣的朋友别忘了关注我们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